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的演技很棒，在同龄的小花中也是厉害的。Tom Danden 的话是幸运还是不幸？开场前，杨紫需要进入媒体的时候，吊丹丹提出抗议，说了几句直白的话。我一直在想 ，Melody Danden 说话的独特目的是为了杨紫的伟大，但是这句话会不会伤害到杨紫？显然，杨紫喜欢演戏是毋庸置疑的，所以她停圈是不可能的。如果 Melody Danden 没有说这句话，杨紫就不能更加肯定，少一些在乎面子的事情吗？毋庸置疑，在媒体中，不只是美女可以演戏，她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强大的聚会吗？杨紫的演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面子的不足。新时代的年轻艺人逐渐崛起，其中不乏颜值高、演技出众的人物。不过，杨紫号称的高超演技，在年轻人蜂拥而至的娱乐圈里，却越来越不值一提。其实吊丹丹是对的，杨紫看起来并不算特别出众。不过，由于杨紫从小就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她在演技的提升上更是坚持了很多。目前在这些小玫瑰中，杨紫的演技肯定是名列前茅的。最近看了她的画展，演技在小花丛中堪称一绝。假设她再代表几年，她可能会被人群发现她有纠正演技，她可能会得到一份必须由一位出色的女士约束的工作。不管怎样，说不定就是《家有儿女》里的小雪。不管怎样，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，我们就去吧。基本上她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。不过，万一旋律丹丹没有告诉杨紫这些话，她会受到更多的折磨。我从小就开朗，没想到享受不到任何好处，更加迷茫和失落。这就像是在学校分班考试中的第一名学生，上了一所名牌大学，却不知从何而来不适合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，并且在智力上受到阻碍，无法感觉到自己。这种自我质疑比缺乏无畏更令人不安。Tom Danden 是一个有趣的坦率、受过良好教育和富有同情心的人。他实在看不到这个年轻人的颓废。杨紫既然进步了，又怎么能抗衡？付出的代价超出了一般人的水平，我们看不到，但就外表而言，他却面临着不小的挑战。如果他不参加这部电影，他会三思而后行。以他的能力，我接受他在任何行业都会过上体面的生活。现在他能做到这样，这辈子他绝对不会后悔。其实杨紫的演技也很棒，也是同龄小花中演技最厉害的。不管怎样，当她在青云志中演绎出绝世奇葩时，我都觉得丢人。或许 Melody Danden 的话对她的打击太大了，所以她对卓越有一种执着。说实话，她一直在屈膝。万一她没有占据那种无与伦比的华丽位置，只要她不过度用力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杨紫没有整容，因为我从小就好像杨紫。小时候真的是大圆脸，眼皮没睁开。现在我长大了，我的体重减轻了很多，而且我也长了1吨。小 V 脸和刺眼的大眼睛真的是太可爱了。与杨紫相比，丝毫不逊色。与我年轻时相比，我完全是独一无二的。杨紫做过正畸，正畸对脸型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。如果面部线条有调整，那就是美妙而固定的牙齿的影响。有演技的年轻人不应该被外表压倒。既然现在大众的风格都差不多，就可以改变自己，照顾自己，获得展现演技的宝贵机会。这是非常没有防备和可怕的，但这仍然是正确的方式，因为更多的人认识他，同时也感知到他的演技。你以为杨紫整容了？吊丹丹对杨紫说的是幸运还是不幸？02肖战直播倾向被粉丝抢到，变成了一项基本活动，对方嘲笑他只会带货。在肖战参与品牌直播的那一刻，有一个粉丝很讨人喜欢的倾向，也就是说，当肖战在观众面前时，直播间会关闭购物频道，只是以免粉丝过度兴奋。理智的运用行为其实是谨慎的感知，这是肖战的本质活动。无论如何，在这番话区域，一个对面家族的发烧友嘲讽肖战只会带货。在这里，我只想表达，带货真的没什么不好，问一下怎么回事。究其原因，
肖战在众多拥抱品牌的直播中，都有一种关闭购物频道的倾向。这有很多好处，一方面是让粉丝认真聆听主持人的介绍和肖战的交流，另一方面是让粉丝远离轻率和愚蠢的利用。与之相关的是，许多专家几乎不能袖手旁观地把买入放在他们的脸上。肖战是一个正面和优秀的象征。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是按要求购买，而不是开车只给肖战。从粉丝的反应来看，大家都加强了对肖战的帮助。反正就在粉丝们客观审视的时候，评论区有个限制粉丝留言，批评肖战只会带货，就这样。好自夸，这些评论都让粉丝失望了，带产品应该有标准。这就是肖战的情况。你应该在带产品的时候检查你的合适的专家是否有标准。说白了，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怕的声音。到了肖战这个职业全力以赴的时候，总会有人站出来吐槽。没关系，不会影响肖战的。肖战配得上自己，更配得上粉丝的宠爱。之后，肖战还会继续带来新的支持舞台和作品。我们应该坐下来观望，继续珍惜。肖战会把他带到更高的层次，这是正常的提升模式。03，张若昀自曝将拍摄《观察多年2》，肖战再也不承担续集角色。近日，张若昀在一次会议上透露，休息后他将致力于拍摄《观察多年》的续集。除了为此感到振奋之外，他还更加害怕。新的自己进入了旧的工作岗位，他希望表现出一些新的眼光，这样人群才能恢复自然的倾向。这一次隔了好一阵子，分拆背后有各种目的。有网友在网上发文调查，说很有可能是因为整体气氛不太好，而且该剧过往的资金支持者对是否拍片持谨慎态度。就这样，在推迟了很久之后，我选择了拍摄下一季。对于这样的澄清，不少网友都认为是有道理的。综上所述，在资金支持者看来，这其中也有一定的危险，但对于一些庆余年的狂热分子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。尽管如此，也有网友列举了长时间溜走后继续拍摄的弊端。以不熟悉的英美剧为例，保证几季就有10多季的超长寿命，每一季都能拿到。尽管中心有几集，但一些情节和对情节的洞察力明显存在缺陷。然而，无论如何，制作人都会想出如何继续利用第一个演员来完成故事。话又说回来，这些本土的戏剧化要么被暂停，要么在多年后被分拆。这样的照顾方式，无疑可以让粉丝们对于被遮蔽的过往情节，可以通过重新火爆的方式寻找对过往情况的调查。说实在的，这次的特约张若昀，在关于续拍的见闻被自由报道之前，曾在剧中饰演严小艺的艺人曾爆料称将出演后续部分。眼下看来消息是准确的，范闲已经在地上躺了好久。我希望继续进行第一个演员阵容，而不是让大多数粉丝等待太久。不少网友表示，好戏不怕迟到，宁愿循序渐进，收紧工作，只要表现出善意。无论如何，也有网友接受了这部电影要拍的消息，具体的拍摄时间也没有说明。观察多年，不管现在是否开拍，从录制到播出，无论如何都需要长期的投入。据了解，第2届观察多年中，本土知名艺人肖战不会继续参演。在之前的第1季中，肖战饰演的严冰云这个人想象中都没有演过很多角色，直到第48集才出现。就在这时，鉴于《陈情令》在推进过程中的火力，队伍选择了肖战作为出场。肖战被拉进组3天，第18集的配角也没有吸引力。大约在那个时候，日文版《观察多年》的特别预告中，1分钟的现实视频中有片刻有18个字冰云，最少的场景接近最多的告诫，肖战应该是得不偿失的。04，肖战重庆路透开喊的方法，小时候邻居1楼出现谈话，我小时候没带他玩。目前经过2次品牌直播，肖战粉丝可以看到新的肖战，这是再次想念他的绝佳机会。徐展的工作室也很少播出肖战的夜间大片，部分让粉丝大呼过瘾。单单是网络上肖战的美照，现在就可以圈粉无数，还有现场图。
尽管肖战拥有亚太第一的称号，但看过肖战的人，肖战不在相机上，没有在镜头前就这么好看。真正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很多人都不认识他，但重庆的某些人应该最近才看到他。作为一个前沿节目，《与我一起燃烧的太阳》一直被路透社组织以防止任何漏洞，但它仅限于网络。现在的剧中有很多情节需要现场拍摄，比如私人建筑、社会旅游行业、城市社区等等。当队伍来到一个射击场时，周围难免有无数居民围观。出于不扰乱枪击事件的原因，该组织通常不会选择追赶个人。相应的，肖战的圣阳模样也被在场的人看到了。出现简短的视频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团队的形象，那就是太阳与我同在的路透社，但图像中只有工作人员，肖战并没有出现在图像中，但跟文字一起，肯定是在为肖战呐喊，将肖战包围。战争的3个中心关节：高、有吸引力和白色。评论区通常充斥着对肖战的各种赞美。算了，你也好久没见到肖战了。尽管您无法面对面的看到他，但很高兴知道他在哪里。就在认可中，不显眼的出现了一句：“我曾经和我们一起生活得更高。”有粉丝问他有没有敲过地主的门，物业经理也一脸懵逼地说：“没有，比我们年轻多了，不和他一起玩吧。”看了楼主的资料 ，IP 地址在重庆，39岁。仔细推算，他比肖战足足有10年左右的时间。在地主和很多年轻人一起读中学的时候，肖战还是个幼儿园的孩子。想来，他们不和肖战一起玩是完全合乎情理的。自从肖战出场后，他的社交舞台并没有像组织所期望的那样再创纪录，而是留给他上学的时候利用。所以，早些年，除了肖战的爸爸，你无论如何都可以看到肖战在精力充沛的日子里与同伴的联系。妈妈自己把猫从袋子里放出来，粉丝也知道肖战这个重庆的大辣椒，小时候也是个小辣椒，也会有砸邻居家门口的经历，一个人挑衅，后来被妈妈打。看到肖战家人和同伴的刻画，粉丝们也可以从容不迫地拼凑出肖战从未有过的青春年华。肖战当时是多么的忠诚，却失去了现实。肖战年轻的时候特别瘦，他会敲打邻居的入口，会被邻居的兄弟姐妹讨厌，不和他一起玩。他会得到一把画笔来画他喜欢的画布，但对建民来说还很年轻，并且会用他自己的确切语气来学习。电视连续剧中的曲调同样会被他们的妈妈因不同的事情而殴打，就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。符号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据很多人说，他们会变形并变得伟大，因为他们不显眼和有礼貌，所以他们经常给大家一个欺骗。但是很多时候，肖战都让大家知道他的态度和弱点很糟糕，而且会以不同的方式调皮。这样的肖战很实际，让大家想象他是邻居的恶毒青年，每个人都会经历的。感叹号！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